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是老天爷长期保护的人，他不会让你知道。这类人身旁都会有很多看不见的护法神，这些护法神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保镖，保镖是用钱去聘请，而护法神是无价的存在。他们守护你，并非是因为你的财富或者地位，而是因为你的人品和道德修养。这些护法神静静地在你旁边，因为你的人格魅力和品德修养，他们选择守护你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只要你的内心充满善良跟正直，这些守护神就会如影随形，将你紧紧地围绕。即使面对重重的困难，也能够因为他们存在而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所以善待自己，培养自己的品德跟人格，那么守护神也将自然而然地来到你身边，带给你不可思议的保护跟祝福。那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护法神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日心一善，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，永远带着善念，拥有那样的正心去看待它，永远带着一个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的心态去经营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儿、每一个遇见、每一个体验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，然而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根据的，并非凭空想象。佛家经典《长阿含经》中记载，若一切男女初始生时，皆有鬼神随主守护，其欲死时，彼守护鬼神摄其精气，其人则死。今人何故有为鬼神所处扰者，有不为鬼神所处扰者？设有此问，汝等应答彼言：世人为非法行，邪见颠倒作十恶业，如是人辈，若百若千，乃至有一神护耳。譬如群牛群羊，若百若千一人守目，彼亦如是。为非法行，邪见颠倒，作十恶业，如是人辈，若百若千，乃有一神护耳。若有人修行善法，见正信行具十善业，如是一人，有百千神护。譬如国王，国王大臣有百千人卫护一人，彼亦如是。修行善法具十善业，如是一人，有百千神护。以是缘故，世人有为鬼神所处扰者，有不为鬼神所处扰者。意思是说，若一切的男女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就都有鬼神跟随保护，死的时候，守护的鬼神就把他们的精气射走，他们才死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现在有的人为什么会被鬼神骚扰，有的又不会被鬼神骚扰呢？世间上的人，有的做非法的事，他们是非不分，邪见颠倒，造十恶业。像这一类的人，几百人或几千人，才会有一个神来保护他们。譬如一群群的牛羊，上百头或上千头，才有一个人来守墓。人类的情形也是一样，做非法的事，邪见颠倒，造十恶业，这种人成千上百，才有一个神来看护。如果有人修行善法，
知是非善恶，有正之见，造实善业。这样的人即使只是一位，却有成千上百的神保护。譬如国王及大臣，是由成千上百的人来维护的。鬼神法也一样，修行善法，造实善业的人，只要有一人，就有百千的神来维护他。因此之故，世间的人有被鬼神骚扰的，有不被鬼神骚扰的。由此可见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老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行善的人就会得到奖赏，作恶的人就会得到惩罚。老天没有亲疏之别，但他却会眷顾善良的人。此类人不但心地善良，做人很有操守，而且平易近人。生活中有些人不管遇到什么困苦灾难，总能逢凶化吉。生活中更有些人，不论什么样的好运，都会落到头上，来到身边。一个老天长期保护的人，身上会有6个特质，窥看看你占了几条。一、有德之人，天佑之，厚德载物。一个人没有德行，那么不可能拥有很多的财物，就算短暂的拥有，很快也会散尽。就像一条船，能承载的货物都是一定的，超载了就会船毁人亡。越大的船承载的货物就会越来越多。了凡四训说，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或以远离人为恶，或虽未至，福以远离。行善之人，如春园之草，不见其长，日有所增；作恶之人，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亏。二、孝道之人，得护法守护。有句话说，父作不善，子不待受；子作不善，父不待受。善自祸福，恶自受殃。一个人若能真心孝道，那他的家族和命运会得到梵天。第是4大天王护佑和加持，同时诸佛菩萨化现的善缘也非常喜欢这种人，会常年保佑。因为因和果是世间万物运行的自然法则，就算是再厉害的人也无法改变果报。一个人种下如是因，必会得到如是果。孝顺父母的人最容易积累德行，福气也最多。这种人去寺庙就算不烧香，老天爷也会保佑。不孝顺父母的人，就算每天都去烧香磕头也没用。其实父母就是活佛，孝顺父母其实就是在供养神明。三、感恩之人，富足人生。一个人如果懂得感恩，心胸宽广，广结善缘，会获得宁静和安详。心存感恩，生活中才会少了许多怨气和烦恼。一个真正善良的人，永远都会去感恩这个世界，感恩一切众生。所以说要上报4重恩。当你懂得感恩时，福报就会不请自来。4、慈悲善良的人。老天爷最喜欢的一种人，
就是慈悲善良的人。这种人对生活不抱怨，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日行一善，一年行300善，积善成德，改变命运，上天自然会保佑。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的善缘有多深，不妨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慈悲的人。一个慈悲善良的人，善缘最深。5. 乐观向上，善于微笑的人，始终认为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决定了运气，爱笑的人最好命，不是说说而已。这证明了人积极向上的品质，也让人相信不论处于何种境地，他依旧会昂扬进取，取得成绩。人们最喜欢帮助这类人，命运也最疼惜这类人。只要你能始终乐观，就能照亮前路，也能驱散所有黑暗。往后余生选择乐观吧，只比你一昧的唉声叹气更有吸引力，也更容易让人生成为坦途。6. 引导别人向善，在你能达到的能力下，让更多人的人向善。行善，这是一种大善，因为你不仅帮助了自己，帮助了别人，还通过一个人帮助了更多的人。乐于助人，广结善缘的人，必定是有福报的，一生定会有贵人相助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会有疑问，这些特质我也有，平日也很注意行善积德，可为什么还是感觉处在人生低谷，没有感受到老天的保护呢？其实有些事情老天让你做不成，是在保护你。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缘人，只是我们忽视了这些缘分和变数，就让自己活成无缘人罢了。人如果受到上天的保护也是有迹象的，那他就会遇到这5种变数，注定安稳一生。1. 这一生活得平淡，是老天对你的保护。曾仕强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，老天让你活得平淡，人生毫无波澜，就是为了保护你。对于平淡的人生，很多人都不以为意，认为平淡就是平庸的意思。事实上，我们都理解错了。平淡的人生是无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。底层的普通人到处奔波忙碌，一辈子受苦，他们也希望过得平淡一点，但就是做不到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物质基础，也没有这个命。就连杨绛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。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尽量错开一切的灾祸和纠纷，只留下如水一般平淡的日子。这并非是毫无作为，而是上天庇佑。对此，我们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2. 总是虚惊一场，是老天对你的保护。今天你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，让你产生了烦恼和人间不值得的想法。明天这个问题突然就被解决了，让你虚惊一场。这种虚惊一场的经历，那是很有意思的。老天先让你吃点苦头，
造成心理上的紧张和压迫感，再让你看到希望，摆脱困境。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你，突然就醒悟了，老天之所以会让你虚惊一样，是因为他希望你可以领悟一些道理，不然他早就让真正的灾难来到你的身边了，怎么会给你机会呢？很喜欢这么一句诗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们在生活的迷宫当中兜兜转转，最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小问题，终究有惊无险，挺了过来，这便是天赐的大福报。3，让你受点小挫折，避免让你遭大祸。在自然界当中，有一个现象，要么不幸一点点地到来，要么不幸一下子全部出现。这两种情况，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？肯定是前者最好。所有一点点到来的不幸，都是小挫折，不会对人造成什么影响。唯有一下子到来的巨大的不幸，才会让人心态崩溃，或者要了人的命。反正人肯定是要受苦的，只是受苦的模式不一样罢了。就跟生病一样，你常年都有一点小病，那你多半不会遭受大病。反之，他常年不感冒也不发烧，毫无病痛，那他很有可能会遭遇剧烈的大病。如果你正在经受小挫折，那你要感激老天的保护，因为他让你逐渐远离了大祸，保你一生平顺安康。4，中途给你阻碍，让你改变方向。圈中的老陈25岁那年就跟同窗一起去到某单位工作，后来同窗使坏，逼得老陈不得不辞职，被迫失业。当时的老陈不仅气愤，还埋怨同窗毁了他的前途。同时，不论老陈怎么投简历，还是没有单位要他。没办法，老陈被迫开启了自我创业的模式。在5年后，老陈在互联网上混出了一点名堂，还开了一间工作室，自己成为了老板。如今混得还不错，都财富自由了。就是这一波3折的经历，让老陈无限感慨。原以为被辞退是不幸的开始，没想到这不幸的背后，还蕴藏着成功的机会和变数。老天知道你不适合这个单位，不适合走这条路，就会给你一些阻碍，让你改变方向。也许这便是老天的用心良苦，只是当时人身在局中，不清楚罢了。5，失去了什么，老天会给你补偿什么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你当下所失去的，未来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得到补偿。命运给你关了一扇门，自然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，不可能让你走投无路。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暂时失去一些东西，未必就是坏事；暂时得到一些东西，未必就是好事。有些时候，这得失之间的福气，那是相互转换的，并非永恒不变。比如你这一刻被小人欺负了，那你会在未来的某一刻
得到命运的补偿，要么人之能力提升了，要么你闷声发财了，要么你改变了以往窘迫的处境。这红尘俗世一直遵循着守恒的定律，该你得到的你不会少，该补偿你的也会不期而至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你只要品德修得好，就不会出事情，会逢凶化吉，因为上天会派一大批的保护神团团围住你，明明有事也便没事。守护神有双重任务，一方面监督你，一方面保护你，因此你只要做事的时候越放松，越不在乎，结果越好。幸福经不住晒，好事不能够炫耀，好事藏在心里，偷着乐就行了。任何事发生都是有原因的，不要那么急，欲速则不达，缓一缓，这个劫就过去了。你越快乐，运气越好，人越快乐，你的磁场频率越高，财气和人气都是往磁场能量高的地方跑。有些事情做不成，其实是老天在保护你。停电了，晚点了，车坏了，万事万物皆有定数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一名乘客错过了飞机航班，是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？你可能会说，这当然很遗憾，但是如果这个人乘飞机刚起飞就发生了重大事故，你还觉得他是多么不幸吗？他在与航班失之交臂的时候，可能会嘀咕一声倒霉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老天让他错过航班，其实是变相救了他一命。人生短短数十年，别走捷径，别抄近道。很多走捷径的人都是福报不足的表现，因此要学会悬崖勒马，停止消耗人生。一个人这辈子是否过得幸福，一个人这辈子有多成功，不在于你到底赚到了多少钱，而是在于你自己到底有多自律，在于自己乃至自己在乎之人能否平安健康，在于夜深人静的时候反省之时能否做到问心无愧。千万不要小看自己，你所遇到的问题自己都是可以解决的，不用去找别人，你就是你自己的救世主。当事态太不利于你自己的时候，尽量闭嘴，静就是急，只要心不会乱就不会错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老天保护你，是为了让你继续做些什么，你还有未完成的使命。一定要明白，大难不死者必定是前世有悔过自新之善举，也就是说，他必定是自此之后就开始走上断恶修善之路，他的后半生就会做了很多的善事，积累了很多的福德。这些善因做的时间比较晚，果报成熟的时间自然也会比较晚，一般都会在大难不死之后逐渐呈现出来。这也就是所谓的后福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难不死者必有后福的道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改过自新就有大难不死之报。断恶修善
就有后福之报。佛经上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命运的好运并非偶然，而是通过长期的善行和自我修养所带来的结果。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行善积德，互相帮助，人们才能真正提升自己，改变命运。帮助别人并非单纯的施舍，而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。当你不断地为他人着想，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时，命运也会因此发生微妙的变化，好运就会悄悄降临。你的努力与付出，最终都会换来属于你的福报。积德行善，不求回报，正是改变命运的秘诀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并没有立刻得到回报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善行没有意义。事实上，天道会通过某种方式将回报带给我们，甚至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命运会为我们提供无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转折。也许这份回报不会马上显现，但它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未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心存善念必有后福。愿你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平安喜乐，一生顺遂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